别啃了，那是给我上的供。什么情况？我不是被讨薪的工人推下楼摔死了吗？死什么死？你那杀千刀的爹，整个厂办挖我的心肝呢！我去，太爷爷的牌位成精了！等等，2004年，我重生了！我操！你竟然听到我说话了？那还发什么呆了？那不孝子正撬保险柜，要把我辛辛苦盖的房拿去抵押。上一世工厂倒闭，林大强就是这样卷走所有钱消失。我的妹妹小何被工人推倒惨死，小何死后，妈也彻底没了活下去的念想。不久后重病身亡，而我也被愤怒的讨薪工人推下楼。既然老天给我重来的机会，这辈子我绝不让那个人渣毁了我的家。可是跑到厂里骑车最快也要20分钟，等赶过去黄花菜都凉了呀！吵死了，小丫头！只要你把我的发条逆时针拧3圈，钟哥，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就能回速10分钟。我已经准备好了，走你！太好了，这个拿去一抵，机票钱就有了。死丫头，你发什么疯？把房本给我！给你，好让你拿去换钱养小三吗？胡说什么？我是你爹，反了你了！啊！今天别说你是我爹，就是玉皇大帝，也别想从我手里拿走1分钱。哎，干什么呢？老王啊，你快来评评理！这丫头为了霸占场子，要打死她亲爹呀！我呸！明明是你拿着家里房本打算偷偷变卖，还有脸恶人先告状。老王，胡言乱语，你当第2，没人敢当第1。咱好好说，父女哪有隔夜仇？放开我！你弄疼我了！姐，你能不能别瞎闹？爸拿房产证出去借钱周转，是为了全厂活命。你眼光短浅，就老实滚回家，别在这拖爸的后腿。还是天宝懂事，知道体谅我，比某些不懂事的丫头强100倍。听见没？你再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表哥，让他给你带走。林天宝，你凭啥这么说姐？爸成天不着家，现在厂里上下全靠姐扛着，人都熬瘦一大圈儿。嘿，小丫头片子，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眼睛不好使就去看病，别天天在家躺着当大爷。你浑身上下哪件东西不是我赚钱给你买的？你还向着他说话？你是长女养家，不是应该的。家里的厂子是爸的，爸说了算，轮得到你在这瞎掺和？我呸！这是妈的厂子，跟你跟林大强有个屁的关系？怎么没关系？我是林家唯一的儿子，家产厂子本来就该是我的。林大强，你别在这演戏骗人了。谁不知道你一直跟小姨不清不楚？你拿房本根本就不是为了厂子，而是想把房子卖了，拿着钱跟他跑路。厂里几10号工人的工资还等着发，你想什么都不管就想自己走人？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你给我住嘴！休要满口瞎话，乱编排我。为了这几10号工人，我天天起早贪黑，到头来我亲生女儿就这么污蔑我的名声。苍天啊，我林大强是造了什么孽呀？林小雨，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爸为了这个家操了多少心，你还编瞎话来诋毁他，你这是大不孝！哥，你别骂姐了，我昨晚起夜亲眼看到爸在偷翻妈的首饰盒，像是在找家里的存折。林小雨，你们俩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合起伙来编排爸，就是不想让我安生读书？你们瞧这父子俩，脸皮比我这铁皮都厚，跟他们吵没用。丫头，去查账，一查一个准，看他们还怎么演。演，你们接着演。林天宝，你不是不信吗？你现在就去库房看看，光是欠皮料供应商的钱就超过5万，工人那边更是欠了2个月工资。够了！我是你老子，这个厂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轮得到你来教训我？把东西给我，不然老子今天打死你！收到，长官，目标锁定，战术滑铲，准备就绪。那啥，地滑，厂长您当心啊！李小雨，你给我等着！爸，你没
没事吧？李小雨，你太过分了！没事了，小何，只要房本还在，咱们就能先把工人工资发了。傻丫头，别高兴太早，其实你家里所有钱全被那老东西卷空了。你说什么？昨晚他偷偷把家里存款、存折全塞进黑色公文包带走了，光一本房产证就算抵押也凑不齐拖欠工人的工钱。林大强，你个畜生！老天让我重来一趟，难道就是为了让我看着悲剧重现吗？姐，你没事吧？是钱不够吗？大不了我退学去打工，总能还清的。哎呦喂，小美女可别掉金豆子啦，看得叔叔心好痛。叔叔悄悄告诉你，大强哥不光打算把厂里全部存款拿去填补赌债窟窿，还要带着你那小姨卷钱远走高飞，真是不要脸。老实交代，那对狗男女约好在哪儿转账交易？今天不把全貌说明白，我就把你剪成鞋垫，天天垫脚。哎呦哎呦，停下，别再晃我了，我皮子都快扯变形了。他们约好今天下午3点在北区银行把钱全部取走。钟哥报时，现在是下午1点45分03秒，你剩余时长不到74分57秒。糟了，没时间了。要是真让他俩跑了，这个家真就完了。小何，你留在厂里盯紧所有账本，任何人都别让靠近。钟哥，快发工啊！赶紧倒流10分钟，看看那对狗男女往哪边跑了。本钟只覆盖方圆10米，你爹早跑出1公里外了，信号不在服务区内。废柴，关键时刻掉链子。小姑娘，别找了，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黑胖子去哪儿了。您在哪儿看到的？快告诉我。告诉你也行，但得做个交易。我那车主挣不上钱，打算明天就把我当废铁卖给拆车厂，大卸8块。我不想死啊！你把我买下来，我就把线索给你。可我不会开车，买了你也没法开上路啊。放心，你只要说个大概地名，就算说的再模糊，我都能精准认路，不用你碰方向盘油门。成交，这买卖划算。线索呢？那黑胖子刚才搭座上我，鬼鬼祟祟的打听去北科穗站走哪条路不堵车，这会儿肯定在候车室呢。师傅，车我买了，这是我电话，明天带手续去林大强家里找我办过户。啊？你怎么知道我打算卖？不是你会开车吗？去北客运站。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吗？总算熬到今天了，咱们赶紧走，再也不回来这个地方了。放心，只要顺利出站，咱们就能去外地安安稳稳过日子。还是你厉害。不可能，他怎么会追过来？拦住前面这个黑胖子，他卷了全厂工人的血汗钱，要带着小三跑路。拿来吧你！哎呦，大家快来看啊，这闺女不孝啊，大庭广共抢亲爹的救命钱啊！救命钱，我看是买棺材的钱吧。老子今天走定了，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敢在老子地盘卷款跑路，看老子的泰山压顶！好啊，怎么不跑了？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乖乖把钱留下，我全当你是去地下秦庄兜了一圈；第二，我现在就打电话叫建军表哥来，把你这诈借加挪用公款的罪名坐实，咱们局子里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给我等着。大强，你等等我啊！喂，小何，搞定了，钱追回来了。姐，你快回厂里，好多工人要冲进来了，我快拦不住了。林大强那个没良心的王八蛋直接卷钱跑了，咱们辛辛苦苦干了好几个月，1分工资没拿到，不能白白吃亏，大家动手，能拆的都拆了，好歹换回咱们的血汗钱。大家先冷静一下，我姐已经出去追我爸，她很快就回来给大家发工资。闭嘴！
天谁敢碰厂里任何一台设备，我保证你们拿不到1分钱。林大强是跑了，但我追回来了全部存款，他半分钱都没能带走。如今这皮革厂，我说了算。大手上记钟时算工资的条子全都收好，等下挨个去财务室对账，拖欠多少，我今天当场结清，1分都不会扣。这话当真？林大强可是欠了我们整整2个月工钱。我林小雨一口唾沫一个钉，今天必定兑现承诺。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哎呦喂，丫头，刚刚那个叫刘三的，趁所有人乱作一团，偷偷溜进仓库，把2卷值钱的头层牛皮搬到他面包车里偷走了。刘三是吧？大家辛苦干活该拿的薪水，我1分不差补给你们。可趁乱偷盗厂里贵重原料，这就是偷窃，我完全能直接报警处理。你凭空污蔑人，我根本没碰仓库皮子。你的白色面包车就停在围墙边上，需要我喊2个人去后备箱商查验吗？牛皮边角还有咱们厂的厂标，一查一个准。我再说一遍，属于各位的血汗钱，今天全部结清。但谁要是心存歹念，借机损坏设备、偷盗货物，我绝不姑息。现在排好队伍，依次去财务室核对工钱领款。没事了，没事了，姐姐在呢。林大强这个畜生！妈，林大强不仅欠了工人2个月工资，还跟小姨苏曼丽勾搭在一起。他今天是想拿房本去地下钱庄抵押，带着小三私奔。如果不是我发现的早，咱们全家都要流落街头了。小雨，妈其实早就看出来了，他这半年天天半夜回家，身上全是香水味，还总偷偷摸摸翻柜子找钱。妈一直装不知道，就是怕你们受影响，想要维持这个家。妈，这种烂包袱不要也罢。钱我已经追回来了，我想正式接手皮具厂，把生意重新做起来。好，妈相信你。明天一早我就去办手续，把厂子股权都过户到你名下。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可算来了！林大强的败家子抓到没？钱追没追回来？瞧您说的，有您孙女在，他能跑得掉吗？公款、房产1分没少，全追回来了。从今天起，我绝不会让您的心血毁于一旦。哎呦，老天保佑，吓死老头子了！算你这丫头有良心。等等，您不是我爷爷的鬼魂吧？您要是鬼魂，怎么连林大强跑没跑都不知道？我当然不是鬼，我只是承载了你爷爷生前对这厂子执念的一块木头罢了。我们这些物体只能知道和自己属性、经历相关的事儿。原来如此，难怪那水桶只会滑铲，闹钟只能回溯时间，这金手指绝了！规矩我只说一遍，从明天起，全家人都要去皮革厂搭帮手，谁偷懒推诿不肯出力，就不许上桌吃饭。凭什么？我可是要考中江大学的人，车间又脏又臭，那种下等人的粗活我绝对不干。中江大学，你切狗考试数学35分的事儿，要我当着妈的面念出来吗？在这个家没有太子爷，不干活你就去院子里啃树皮。丫头，昨天你说买车，今天我把车开来了，3000块钱呢？大叔，钱我拿去给工人发工资了，要不我把这祠堂先抵押给您。你消遣我呢？祠堂能当饭吃吗？不买拉倒，我这就开去废品站。大兄弟，这金镯子少说值5000，你先把车留下。小雨，妈支持你。行吧，车归你们了。哦，太好了！为了这金镯子，大爷我以后绝对卖力干活，刀山火海任你差遣。大爷，好好发挥你的全自动驾驶能力啊！我的小命都靠你了。姐，你到底什么时候偷偷学会开车的？别人握方向盘都得牢牢抓死，你连碰都不用碰，车子自己就能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昨晚深夜睡觉，
太上老君特意托梦下凡，手把手传授我御车的法子，不用上手操控，心念一动，车子就能自己认路。你在这守着，把皮子分堆打包。放心，姐，我保证分得清清楚楚，绝不偷懒。你这接的纯纯烫手山芋，旧订单催着交货，皮料快见底，新客户一个没有，2头堵死。合着我上辈子是刨了谁祖坟，这辈子专门来收拾烂摊子还债？等等，前世今生根本是一套剧本，所有糟心事绕8圈还是砸我头上。得，地球离我直接停摆，这家厂子没我就得原地躺平喽。唉，再想想办法吧。不行，其实挪祖坟也可以试试。滚！我有办法，不用动祖坟。小雨厂长，你总算来了。3号线那个黄毛上班天天打瞌睡，从来不给我按时加润麻油，我的皮肤都磨坏了。而且他还总把残差破皮料偷偷混进合品品堆里，可坏了。不止呢，车间王主任心眼黑得透亮，隔3差5趁没人偷偷剪断我的传动皮带，转头拿着破损零件虚报高额维修费用，钱都揣进自己腰包了。全车间也就角落工位的哑巴小李实在，每天收工都会仔细把我擦拭干净，缝制布料、皮料从来一丝不苟。好家伙，能听见所有机器诉苦，这金手指简直是整顿车间乱象的神器，往后谁偷懒谁贪钱，全都瞒不住我。一，正在检测接触面原料，判定为人皮。体表温度36.6度，表层存在细微瑕疵，质地不达标，不可用于制作高端皮具料子。好家伙，质检功能也太灵敏了，连人皮都能精准识别，属实离谱。刷，吃我一记无情拳！别的机器都是辅助干活，怎么唯独这卷尺一碰就伤人？真奇葩！要怎么利用它们呢？去。把院子的宽度给我量出来。哎呦，流血了！我干不了这种粗活。你叫什么？根本没破皮。长官，只有能听懂我们心声的宿主，才会100%承接我们日常磨损的痛感。普通人碰我，顶多觉得有点扎手。原来使用金手指也不是100%获利。哎呦，没出血叫什么叫？量不完不准吃晚饭。妈，盯着他。我点到名字的人立刻站出来。3号线操作工小赵，车间王主任上前一步。小赵，上周3下午上班全程打瞌睡，偷偷把50件残差破皮料混进合格成品堆，差点耽误整批订单出货。王主任，昨天午休你故意剪断1号缝纫机传动起带，事后伪造维修单均，拒报300块维修费，私吞公款，2件事证据确凿。你们现在结清工资，立刻收拾东西离开厂子。你凭空污蔑人，凭什么开除我们？想要证据？你拒报维修费用的单据存机，全都藏在你办公桌底下破旧铁盒夹层里，需要我派2个工友当场翻出来给大家过目吗？往后提拔小李担任车间质检组长，所有原料成品都由他把关。大家放心，从此以后只要踏实本分、认真干活，付出多少我就给大家多少回报，绝不亏待任何人。小雨，我刚清点完库房所有皮革皮料，加起来满打满算只够车间生产1周，可是1分周转资金都拿不出来。之前还有好几批积压尾单等着按期交货，要是没法按时出货，还要赔付一大笔违约金。李叔，你先放宽心，千万别乱了车间工人的心，厂里照常运转，稳定住眼下生产秩序。可没钱进货，撑不了几天啊！资金的事儿交给我来解决，保证咱俩稳坐交椅。兄弟们，我昨晚刚从微波炉里烤出来，这釉色绝了吧！切，我上个月才从小商品市场批发过来的，老板非说我是钱宁通宝。好家伙，这简直是大型诈骗现场啊！哎，老夫明明是靖州时期祭祀用的古玉，这瞎眼的摊主非把我当成上周的，还要10块钱甩卖，老夫的脸都丢尽了。老板，这瓶子怎么卖啊？
看着成色不错。哎呦，姑娘好眼力，这可是我祖传的横带燕窑，少说10万。10万，你留着传给下一代吧。哎，姑娘别走啊，做买卖得还价嘛，你给个诚心价。5块。5块？我这好歹是个横带的瓶子，横带个屁！我是他昨天花3块钱买那个大花盆顺带烧的赠品。老板，别演了，你这瓶子怕是白送的吧？我就买回去插个葱，15块，不卖拉倒。行，15就15。这么痛快，还是我亏了。这破玻璃刀，你半价卖我，当个天头吧。拿走，赶紧的。这是极品沁色的靖州祭祀古玉刀啊！刀身完整无崩口，千年沁色层次分明，品相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市面上多少年都见不到一件。姑娘，你尽管开价。老先生，您深耕古玩多年，还请给个公道价，我不收支票，只要现金。45万，这是我眼下能拿出的最高价，再多实在收不起。成交，麻烦老先生尽快备好现款。好，林小姐果然爽快，小李快去准备。走，全速往皮革厂赶。等厂里资金周转开，我直接给你全面翻新升级，老旧发动机换成动力拉满的 V8，整车重新喷涂亮眼的法拉利红车漆，再换上柔软皮质座椅，往后再也没人把你当成出租车。嗷！感谢老板，您坐稳扶好，咱们即刻赶回厂子。厂长，供货商那边下最后通灵了，再不给点金，就不给咱们发头层牛皮了。李叔，这里是30万，你现在就带人去供货商那里，给我拉最好的头层牛皮回来。我要让车间的机器24小时不间断开工。好，我马上就去。林厂长，您真是神了。兄弟姐妹们，之前林大强欠你们的工钱，我林小雨今天一次性全部结清，一分不少。太好了，孩子下个学期的学费终于有着落了。林厂长万岁！林厂长，以后咱们这条命就卖给皮革厂了，您指哪儿，咱们打哪儿。林大强留下的烂摊子，总算是彻底翻篇了。接下来，该去把失去的市场，把县城的销路重新打订单拿回来了。李叔，这批货是拿去县城谈大单的敲门砖，必须优中选优。交给我吧，厂长大人。本机器自带毫米计质检，左边那块皮底有暗斑，直接给我弹出去。这块皮厚薄不匀，扎下去肯定断线，直接给它卡住。林家的厂子，别白费力气了。你们那个大强厂长做出来的鞋，穿2天鞋底就掉，白送我都嫌占地方。您先过过眼再说。这皮质，这走线，简直和当年你爷爷在世时做出来的上等货一模一样。小丫头，这真是你们厂现在做出来的？如假包换，林大强是林大强，我林小雨是我林小雨。您要是信得过这单子，咱们可以往下谈谈了。你们看看这鞋，看着像模像样，摸的手感轻飘飘，根本不是正经料子。说白了就是纸糊的底子，下雨天沾水就软，走2步就开胶断底，纯属一次性垃圾货。附近作坊不都做鞋吗？怎么质量这么差？还能为啥？全都偷工减料子。我这摆摊这么久，天天有人回头找我扯皮，说买来的新鞋穿3天就报废。现在我都不敢拿周边作坊的货砸口碑。越是这样，我的机会就越大。林厂长啊，坦白说，你们的样品做工精细，用料扎实，东西确实是好东西，但我心里实在没底，不敢轻易敲定合作。
看他这副样子，到底是哪里不满意？难道是我们的报价超出了他的预算，觉得价格偏高，还是不相信我们工厂，担心没法按时保质交货？哎，天天长吁短叹，福气都被你叹没了。小雨厂长他之所以愁得慌，是因为他之前和好几家小作坊合作过，每次都出问题，交货次次严重延期，赶出来的鞋子大半都是瑕疵品，退货单、投诉单堆得满满当当，口碑和销量都受了重创。他现在就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对呀，他早就看好你们的货品了，就是担心质量和交付。只要你愿意每双鞋再降点，打消他的后顾之忧，他现在就能签字。经理，您的所有顾虑我都清楚，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全程标准化生产，设有双重质检工序，瑕疵、残差产品一律截留。如若后期出现任何质量问题，或是我们供货延期1天，我们承诺10倍金额赔偿，所有损失由我们全权承担。除此之外，为了彰显我们的合作诚意，这首批订单我主动每双再给您让利2块钱，我是真心交您这个朋友。林场果然年轻有为，完全是你爷爷当年的风范。就冲你这份靠谱和坦诚，这合同我马上签。你们几个别闲着抽烟了，赶紧回工位干活。厂子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好好干活，后续肯定不会亏待大家。催什么催？那黄毛丫头就是一时运气好，接了个活，这单做完，厂子还得倒闭。她一个女娃娃能有什么资源？大家省点力气吧。谁说做完这单就没活了？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县城最大的批发商，3年长期独家供货合同。只要你们踏实做工，后续的订单能让你们缝纫机踩冒烟。还是那句话，不想干的现在领钱滚蛋，想赚钱的就好好干。小何，这是姐给你攒的学费和生活费，明天我就托人送你去省城念重点高中。姐，我不能去，你一个人在厂里太辛苦了，那点钱都是你的血汗钱，我要留下来帮你分担。傻丫头，我辛苦赚钱就是为了让你有书读，不用像姐一样整天闻着刺鼻的皮子味儿，你只管安心去省城，沉下心用功，将来考个好大学，家里有我顶着。小何，听你姐的，好好念书，别辜负了她的一片心。听说了吗？林大强卷着厂里的钱，带着小三儿连夜跑路了，真是丢人丢到家。男人没良心，家里老婆孩子全都不管，可怜他老婆老实一辈子，最后落得这般下场。还有他家那个宝贝儿子，平时惯得无法无天，现在爹跑了，看他以后还怎么嚣张。都怪你这个没用的黄脸婆，半点本事没有，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现在全村人都在背后讲我们家闲话，我走在街上，人人戳我脊梁骨，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说你活着有什么用？你的书全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生你养你的亲妈，你也敢张口就骂？谁给你的胆子？小雨啊，这白眼狼弟弟太过分了，刚才骂人就算了，我亲眼看见他偷偷从你妈枕头底下摸走500块买菜钱，现在就塞他左边裤兜里。你干什么？别动我的钱，这是我特意留着买复习资料的正经钱。复习资料？你满脑子想着泡网吧，你以为我不清楚？这种谎话你也好意思编？老老实实跪在这儿面壁思过吧，想想自己办的蠢事。哎呦我去！小雨丫头，快把这小兔崽子拎走！在外偷懒贪财丢人现眼也就罢了，还敢蹲在祖宗面前碍眼，多看他一眼，老夫都要折好几年阳寿。说的一点没错，上个月清明上供，他趁没人偷偷摸凿供盘里的绿豆糕，半点敬畏之心都没有，赶紧赶出去，别在这儿气我们一众老骨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下彻底懂了。
放开我！我不要待在祠堂，贵祖宗多丢人。想多了，家里列祖列宗嫌你晦气，压根儿不想让你待祠堂，滚去柴房闭门反省吧。可算走了，晦气玩意儿！赶紧滚远点儿。妈，别为那种渣男和白眼狼伤心，不值得。您放心，我厂子里的长期大订单已经谈下来了，很快就能赚到大钱。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拼命挣钱。等厂子彻底稳定了，咱们就离开这个充满流言蜚语的破镇子。我去省城给您买个带大阳台的大房子，咱们娘儿仨过好日子。好，妈等着那天。搞钱才是净道理。林大强、林天宝，你们就给我烂在这泥潭里吧！怎么是他？你怎么在这儿？少管，把钱分我一半。我都看见了，你刚才在柜台拿了好多一捆一捆的钱。你脑子被门挤了，这是厂里的钱，跟你无关。凭什么？就凭我是这家里唯一的男丁？这皮革厂迟早有一天是要传到我手里的。你一个女孩子，凭什么霸占我们林家的钱？你赶紧把钱交出来！我看中了一辆最新款的进口摩托车，同学们都有，就我没有，我面子往哪儿搁？哎呦喂，这怕是活在大瑞朝还没剪辫子吧？就他这副德行，还想碰老娘？老娘就是被拿去垫桌角擦鼻涕，也绝对不给他买那破摩托，恶心死我了！赶紧让他滚！滚！你敢打我，我要告诉妈！跑！你不是林家太子爷吗？不是要继承厂子吗？这就是你的江山。大家听好了，从今天起，你们手里剩下的所有洗皮子的活全部交给他一个人干。现在立刻脱衣服下班，带薪休假半天。哟吼！细皮嫩肉的小少爷来伺候咱们洗澡了。兄弟们，把最难洗的泥点子都藏紧点儿，让他搓个够。我不行，我要回家。只要这些皮子一天洗不干净，你就一直待在这里，别想踏出大门半步。李小雨，你这个疯婆娘，你放我出去！别白费力气了，洗完这100多张生皮子，你自然能出来。我凭什么要洗这些东西？你不是说这是你的厂子吗？我当然要让你体验一下自己厂子的工作。我就不刷，有本事你饿死我！我要向妈告状，说你虐待亲弟弟。等妈来了，有你好看的。你去告啊！实话告诉你，妈完全同意我的主意。你以为还有谁会来救你？不可能，妈最疼我，她绝对不可能这么对我。你骗我，你就是想吓唬我。我没必要骗你，不信你可以接着等，看妈到底会不会来救你。我年纪小，就算真犯错了，你当姐姐的就不能多让我一点吗？我包容你已经够多了，从今往后都不会了。李叔，
以后每天给他送几个馒头就行，别的不用管。林小雨，你别太过分！不吃饱我怎么干活？你这是故意刁难我！干活是为了惩罚你，不是让你享福。自己好好想想错在哪儿。我知道错了，行不行？我以后肯定不偷懒，你先放我出去。认错倒是很快，但就是不。是厂长，我记住了，一定照办。等我出去了，绝对不会放过你！说真的，自从林小雨厂长接手厂子后，个个都卯足了劲儿干活，效率比以前高太多了。可不是嘛，以前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愿意卖力干活？现在那么多奖金，干活都有奔头。大家再坚持一阵子，这批省城的订单是咱们厂翻身的关键。我之前说过的话绝对算数，只要顺利完成这批订单，所有人的奖金全部翻倍，绝不会亏待每一个卖力干活的人。放心吧，厂长，保证保质保量，跟着您干，我们心里踏实。我干质检10几年，从来没见过咱们厂有这么好的品控。以往多多少少都会找出线头、尺寸偏差之类的问题。今天这批货，我反复检查了好几遍，居然挑不出半点毛病，奇了怪了！我干这行几十年，今天手感直接爆棚，一个次品都没出，这走线又直又匀，简直绝了！可不是嘛，这老机器平时总卡线闹脾气，今天比谁都听话，真叫密得跟绣花一样，我都怀疑自己手艺突然开窍了。老板，快看我！我刚才1秒钟弹飞了3张带重眼的烂皮子，腰力超猛的！快夸我，快夸我！就你那点本事也好意思说？看我这针脚比绣花还密实，那帮工人还以为是自己手艺好，全靠老娘我强行纠正路线，连线头都自动给他们打好了。本宫才是真正的车间之光。我裁的边最齐，1毫米误差都没有，又快又标准。老板快看我！什么这么快了？又了！他就是了！掉了！这批货可不一样，做工比以往好太多了，希望能卖个高价。那可不，这是咱们厂长拿下的省城高端订单。林厂长，这批成品不管是皮质选材还是缝制工艺，都称得上咱们建厂几10年里数1数2的水准。可眼前账上钱不多了，这样下去不出1周生产线就得停工，后面签下的追加订单也没法按时交付，还要赔付违约金。李叔，你放宽心，这次我亲自跟着货车押货去往省城，顺带看看能不能有没有其他订单。厂长，天宝那孩子没干过重活，每天能下书合格的生皮数量不多，但这2天一直闷头干活，再也没有吵着要回家。惩罚也有好几天了，要不让他出来休息2天？前世家里的皮革厂尚未落败时，林天榜就整日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从来不肯分担里半点压力。我是林家唯一的儿子，家产厂子本来就该是我的。不行，这辈子我绝不纵容他。不必心软，当初是他自己一口咬定整间皮革厂都该归他这个儿子继承，那他就必须亲身体验打理厂子的辛苦，明白这里的每一分收入来的有多艰难。让他继续留在车间刷洗生皮，不刷够100张达标精品生皮，谁都不准私自开门放他出来。李叔，货物清点核对完毕，就立刻备车，我们即刻动身前往省城。林厂长，真对不住了，
你们这批货，我们必须全部拆包，每一张皮子、每一个包都要严格检查，不能抽检。张经理，咱们可是签了长期合同的，这批货也是我亲自盯生产、全程把关下来的，这么查，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真不是信不过您，而是前段时间行业里出了件大事，把大家都搞怕了。有家老牌皮鞋厂进了一大批所谓的真皮原料，结果遇到了黑心供货商，只有最上面那一层是上好的牛皮，下面全是用劣质猪皮甚至人造精拼凑的残次品。那家皮鞋厂发现时已经晚了，鞋子做出来全废了，资金链当场断裂，根本无力再进新皮子重新生产。最惨的是，那个是提供假皮子的黑心供货商早就卷款跑路了，连个鬼影子都抓不到。我们不是假皮，我喘不过气了。摸什么摸？摸你大爷啊！本皮可是货真价实的头层牛皮，比你那秃头还要亮。再摸我报警了！大哥，你轻点儿。我虽然不是真皮，但我版型好啊，别把我扯坏了。张经理，您随便查。真金不怕火炼，我们林家的货绝对对得起良心。这老牌皮鞋厂底蕴深厚，拥有全套成熟完整的生产流水线、规整的厂区设备，还有一批经验丰富、手艺精湛的熟练技术工人。我现在正急需扩充产能，扩大生产规模，拓宽市场渠道。这家倒闭的厂子，恰好是我当下最紧缺的绝佳机遇。张经理，您刚刚说的这家倒闭皮鞋厂，具体叫什么名字？现在厂区、设备和人员都是什么情况？这家厂子叫鸿明皮鞋厂，在咱们省城老牌厂里也算有名气了。刘厂长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勤恳做鞋几十年，为人实在，讲究口碑，从来不会偷工减料。谁能想到一时大意，被黑心供货商坑得血本无归，大批残册原料砸在手里，成品全部报废，资金链彻底断裂，根本无力回天。现在厂子已经被法院正式查封，彻底破产倒闭，厂里几百号熟练工人全都被遣散失业。好好的老牌厂子，说没就没了，真是造孽呀！鸿明皮鞋厂，上辈子这家濒临破产、无人问津的鸿明皮鞋厂，在短短几年后会被一位神秘南方富商以极低的价格全盘收购。富商接手后，盘活所有闲置生产线，依托原有成熟工艺，改良设计出一款爆款高跟鞋，迅速风靡全国，跻身同期高端鞋履品牌。而这富商靠着这家废旧厂子赚得盆满钵满，身价暴涨。这简直是老天爷送到我面前的顶级风口，前世人人错过的绝佳商机，现在落在了我手里。只要我抢先一步拿下鸿明皮鞋厂，就能提前截胡这个未来爆款品牌，属于我的商业帝国就要从这里正式起步了。那刘厂长如今是什么处境？厂子破产后，他就彻底撒手不管了吗？可不是嘛，一辈子心血付诸东流，还背了一身债务。听说为了躲避债主上门纠缠，他早就躲去城中村的廉租房暂住，日子过得贫困潦倒，惨不忍睹，再也没有精力打理厂子的事了。原来如此，那这查封的厂子目前还没人接手长活吧？谁敢接？
业内都怕了，生怕再踩坑亏本。现阶段根本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烂摊子吗？我看不见得。张经理，林家的货没问题。行，账目两清，合作愉快。李叔，你带车先回镇上，把工人的工资足额按时发放下去，安抚好大家的情绪。我还要留在省城办点私事。厂长，省城人生地不熟的，您一个人留在这儿多不安全啊！要不我留下来陪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留在省城干一票大的。这鞋的工艺真是精湛，这鞋的工艺走线这么密实，可惜了，毁在这劣质原料上。老板我款式好看，但我全身都是化工合成的假皮啊，我撑不过3天就会开裂的。我也不想这样骗人啊。姑娘，你真是行家呀！现在没人看得懂这些，大多只图便宜，谁都不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们鸿明袁厂长一辈子踏实做鞋，从没坑过人，偏偏被黑心供货商骗惨了，整批原料全是假货，成品全部报废，厂子直接垮了。我们这些老工人失业没收入，只能偷偷变卖库存，换点生活费，讨点血汗辛子。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反倒被坑，实在太可惜了。你们厂长也是个可怜人，被逼得四处躲债。他现在躲哪儿去了？太难了，就躲在城西那个最破的老旧筒子楼里，门牌号404，那地方又偏又破，天天还有债主上门堵门要钱，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多谢大叔告知实情，这双鞋我买了。城西筒子楼404，出发去截胡。你不要死在我身上啊！太晦气了！你这让我以后怎么在良界混啊？死人了！哎呦喂，大姐，我左心早坏了，你直接拧把手不行吗？非得踹我这把老头！住脚！千万别动！放手！要死了！你个蠢丫头，你想把他勒死吗？赶紧往上拖啊！对不起，我搞错了。你是来救人还来杀人的？纯属帮倒忙。还活着吗？太好了，还有气儿。完了，救人救出脑震荡了，这算见义勇为还是故意伤害啊？有没有能吭气儿的？告诉我手机在哪儿，我要打120。不知道，我瞎了。刘厂长，一场乌龙，纯误会。我这边管购顶级头层真皮，您手握成熟工艺和独家设计，咱俩搭伙直接把生意做爆。合作？我差点以为你是债主花钱雇的杀手。您尽管放心，现在是法治社会，犯法的事儿我哪敢做啊？我今天真是诚心诚意来跟您谈合作的。姑娘，刚才多谢你救了我，这份情我记下了。但合作真的不行，我的厂早就被封了，外面还欠着一大堆债，我不能拉着外人跟我一起遭殃。而且我也早听说过你们江南皮革厂以前名声确实不怎么样，我就算穷到在家啃馒头，也绝对不用劣质皮料，砸了我一辈子的鸿名招牌。刘厂长，就冲您这句话，我是真佩服您。
名声坏了，咱们可以慢慢挣回来。厂子封了，咱们可以想办法解封。你有手艺，我有好皮料，咱俩联手，肯定能把事儿做起来。你要不跟我去厂里看看，我带的皮料到底好不好，一看便知。哎呦，轻点摸呀！我可是万里挑一的极品头层，蒲剧界的吴彦祖说的就是我。处理的这么干净，没有虫眼，没有刀痕，这才是真正能做高端鞋包的好料。怎么样，刘厂长？我没吹牛吧？这下愿意跟我一起干了吗？林厂长，我干了！只要有这种好皮子，我刘百顺这条命就卖给您了。但我那个厂背的债和所有麻烦我全解决，您什么都不用操心，只管带着您的老伙计们把最好的鞋做出来。刘厂长，接下来我只负责提供充足的原料，周转资金。至于产品的用料标准、制作工艺细节，还有设计理念，全部由你全权做主。林厂长，你是真的信我？这辈子做设计，最怕的就是投资人指手画脚，到头来毁了产品。我从来没想过能遇到你这么通透的合作伙伴。既然你这么信任我，我也绝对不会辜负这份合作。我一定做出最好的产品，绝不拖咱们的后腿。刘厂长，这8万块钱是启动资金，您赶紧拿着钱去把您厂里那些被遣散的熟练老工人全都给我召集回来，把生产线重新转起来，尽快给我出新款式。林厂长，您放心，这回我一定狠狠干，绝不辜负您这救命之恩。有了技术大牛，这下稳了。厂长，最近这市场上有点邪门。这2天市面上突然涌出来一大批皮子，价格压得很低，收都收不过来。不过那些供货的人看着眼生，不像是正经做生意的。来路不明的皮货。哎，听到了吗？最近有一帮偷猎野生动物的亡命之徒，为了抢回黑货，甚至打伤了几个无辜的路人。哎，对，难道这批货就是？李叔，咱们库房最近有没有收进这种便宜货？前天收了一小批，看成色还行，就放在最里面的3号库房了。我去瞅一眼。我就是去验个货，又不是去抓鬼，怕什么？谁在里面？别装神弄鬼啊！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战士，再邪门也得讲点道理吧。我倒要看看是人是鬼。喂，你怎么和别的货不一样，在这里哭什么？我死得好惨！我是山里的野生黄羊，是国家保护动物。我不小心误入他们的捕兽夹，被困得动弹不得，被那些人活活打死，又硬生生剥了皮。这帮为了钱财铤而走险，连野生保护动物都敢猎杀，难怪近期市场严查严打。原来是这群盗猎的在肆意作乱。
他们下手格外狠毒，每一击都冲着要害，我死得太冤了，我不甘心。你把记得的一切都告诉我，凶手的相貌、高矮胖瘦，还有任何明显特征，统统告诉我，我会帮你的。记不清了，当时太疼了，不过我有办法，能让你亲眼看到我遇害的全过程。啊，亲眼看看？不用了吧，太吓人了，你简单说个大概就好。啊，什么情况？我的特异功能怎么还是强制 VR 体验？好歹提前打个招呼啊！我怎么变成羊了？连他死前经历的疼痛都100%同步了。我这是查线索还是遭报应啊？金手指，你坑爹啊！这只成色不错，赶紧处理了，连夜送进市场洗白。不行，自己不能躲，躲了就看不清楚对方的脸了。拼了，不能白疼这一遭。拿刀的那个左脸有一道长长的刀疤，旁边那个说话带口音的男人，左手虎口处有一颗黑色的痕痣，还有一个在旁边放风的，走路一瘸一拐。动作快点，最近风声紧，执法队查得严，不赶紧混进皮草市场，夜长梦多。王，这群杀千刀的，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必须把这伙人揪出来。这事儿不能太声张了，不然打草惊蛇，那帮偷猎的亡命之徒肯定会跑路。对呀，可以找自己在执法队的表哥苏建军帮忙。小雨，你电话里说的神神秘秘的，是不是又在外面收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破烂，惹麻烦了？我这回不是惹事儿，我是给你送1等功的业绩来了。这皮子毛色和质感不对劲儿啊，不像是正规养殖场出来的货。你在哪儿收的？就在市场上。表哥，你别管在哪儿收的，你听我说，我销货的时候就觉得那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所以特意多留了个心。我观察的可仔细了，带头那个男的左脸有一道这么长的刀疤，旁边那个帮腔的说话带很重的外省口音，左手虎口处还有一颗很明显的黑痣。而且他们团伙里还有一个放风的，走路一瘸一拐。小雨，你说的这些特征和我们所里正在追踪的一伙持夜偷猎、暴力销赃的团伙极其相似。关键时刻还得靠我这种民间神探吧，表哥，这算不算重大立功表现？你少贫嘴。这帮人都是刀口舔血的亡命徒，这几天你千万别去人少的地方，注意安全。这皮子我带回所里做鉴定，你给的线索非常关键。姐，你可算回来了。最近他俩表现的怎么样？我这段时间在厂里洗皮子可勤快了，回到家也没闲着，脏活累活都干了不少，我的表现堪称劳动模范啊。姐，我最近也可乖了，不但没惹事儿，还主动帮着妈做家务，扫地擦桌子一样没落。我还自己预习了高中的课本呢。不错，听着像那么回事儿，继续保持啊，别今天勤快，明天打回原形。我这儿可是有 KPI 考核的，表演型董事我可不认。小雨，你提供的那几个体貌特征和我们警方正在留意的一伙可疑人员完全对上了，案子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口，那帮人跑不了了。真的？那我岂不是……不过这几天你千万别去人少的地方，注意安全。另外，这帮人判不了重刑，顶多关几年就出来了。为了防着他们以后报复你，我跟局里申请了，这次破案就不让你公开领功了。行吧，行吧，命比功劳重要，只要能把那帮祸害抓进去就行。
谁在哪儿？小兔崽子，大半夜不睡觉，偷偷跑到鬼混干什么？胆大妄为，一点规矩都没有！你少训我！你凭什么管我？你都能偷偷跑回来私藏取钱，卷钱跑路，抛下全家，我凭什么不能待在这里？当初你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烂摊子，让我跟着一起丢人受气，怎么没想过我这个儿子？爸，你怕是还不知道吧？林小雨那个死丫头，现在彻底翻身了，把濒临倒闭的厂子搞得风生水起，接了一堆长期大单，生意火爆的不得了。你赶紧想想办法，把厂子从他手里抢过来！我是林家唯一的男丁，这祖传厂子林家基业本来就该是我的。我再也不想天天泡在水里洗生牛皮，干这些又脏又累的粗活受罪了。真的，这死丫头居然还有这般能耐！天宝，爸最疼的从来都是你，只要你好好配合我，在家帮我周旋，打探消息，给他制造麻烦，帮我拿捏他的把柄，等我顺利夺回工厂，这整片产业日后都是你的。小雨丫头，快进来，快进来，出大事了，天大的事！太爷爷，大半夜的，您这是诈尸啊？深更半夜吵吵闹闹，到底什么事这么着急？炸你个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你那个杀千刀的爹，刚才偷偷溜回村了。他俩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计你，合计着要串通宗族里的老长辈，要把你辛辛苦苦盘活的皮革厂抢回去，简直狼心狗肺。好啊，我念及亲情，暂且不与他清算。卷款刨路的旧账，他倒是不知悔改，主动送上门来找死，还想借着宗族辈分打压我，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太爷爷，得罪了，今日实属无奈之举。哎，死丫头，你要干什么？老夫在这供桌组了几十年，安稳享福，你别乱动啊！您老放心，我一定把您护得妥妥当当，保证完好无损。只是这几日，您暂且跟着我待2天。我不去，外头风吹日晒，乱糟糟的，离开祠堂神欧体痛。这都是您那好儿子惹出来的烂摊子，您不跟着我，我拿什么堵住那帮倚老卖老的宗族老顽固的嘴？您就当出门体验一把基层生活，为民除害了。唉。拿你这个小祖宗没办法。族长，您可得给我们林家主持公道啊！小雨那孩子太不懂事了，一点都不听长辈的话，把家里的皮革厂攥在他自己手里。现在镇上到处都在议论这事儿，不光我们林家丢尽了脸，连林家的风气都受影响了。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请您出面管管这事儿，让他把厂子交出来。您心里也清楚，咱们这家皮革厂是镇上数1数2的收入来源，牵扯到不少人的饭碗，根本耽误不起。这不好吧？她就是个小姑娘，年纪轻轻，没什么阅历，这么大的厂子，她根本扛不住，早晚得倒闭，白白耽误了。您想想，要是厂里出事儿了，到时大家肯定说我们林家出现败类，这不就污了我们林家的名声吗？再说了，您是咱们林家的族长，现在家族里出现了这种目无尊长的后辈，完全不把您和祖宗族规放在眼里。这是你的家事，我们总不好插手，你这太为难人。只要您肯出面调解，让他把厂子交出来，我肯定好好经营，肯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也罢，就帮你这一回，事成之后可不要乱搞了。
一定要好好干。小雨啊，最近镇上的闲话你应该也听说了，邻里议论纷纷，对你、对你们林家都影响不好。小雨啊，老话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家族产业传承有序，向来该由父辈执掌，不该握在女儿手里。依我看，你还是将厂子还给你父亲吧。族长，您这话说的轻巧，也未免太不讲理。厂子濒临破产时，是我咬牙扛下的。他林大强卷款跑路、弃家不顾的时候不闻不问，如今厂子红火盈利，他一回来我就要拱手送人，绝不可能。你这个逆女，自私自利，霸占家业，肆意忤逆长辈，全然不顾家族颜面。你这般行事，难道想让列祖列宗在地下都不得安宁吗？我不顾家族颜面，你婚内出轨，掏空家里所有积蓄，卷走工人血汗钱，连夜跑路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列祖列宗？你躲债在外，还教唆亲生儿子联手密谋，妄图抢走我拼死守住的厂子。你如今又有什么脸面站在这里指责我？你纯属胡说八道！我当初外出离开，只是远赴外省考察，一心为家里谋出路。我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这个家。是吗？你问心无愧。既然你一心为家，那你敢不敢对着牌位当众发誓？你方才所言句句属实，你敢发誓吗？你个疯丫头，你到底懂不懂规矩？竟敢私自挪动太爷爷牌位随身携带，简直大逆不道！大逆不道的是你这个不孝畜生！我呸！无能又自私的东西，只会躲在背后算计亲女儿，苛待辛苦养家的孩子。老夫若是能显灵，定然好好批醒你这昧良心的东西！妖言惑众！你个小丫头片子，竟敢拿个死人牌位来唬我！不用发誓了，大家都看清楚，工厂所有股份、工商备案全部合法登记在林小雨名下。这是女儿的厂子，在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抢走，包括你，林大强。林大强，我早就联系了表哥，你今天若是执意纠缠，我立刻将你卷款逃篓的证据上交，你好好掂量掂量，是要抢着厂子，还是想去蹲几年？你们给我等着！妈，我错了，我都是被我爸蛊惑骗了，我一时糊涂，您原谅我这一次吧。你次次追随你爸算计亲姐，从未体谅过我们母女的难处。从今往后，你我再无半点母子情分，滚！林小姐，您看这套精装修、家电全齐，拎包入住，1个月租金只要800。精装修个屁！我底座都漏水半年了，上个租客天天拿胶带唬我，我快憋屈死了。就是，我这轨道早变形了，一刮风就哐砰作响，冬天冷得像冰灶。800，
你这洗手间马桶底座漏水，客厅窗户轨道变形漏风，这叫精装修？这可能有点小瑕疵。400，不租我现在就走。妈，房子我租好了，您就当去城里度个假，躲开镇上那些无休止的闲言碎语。可是我走了，家里这么多事怎么办？进城小住，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妈，从前家里处处离不开您操持，如今厂子步入正轨，家里一切稳妥。再说了，林大强和林天宝肯定记恨在心，日后极有可能追到镇上上门纠缠滋扰。咱们搬去城里，就是为了彻底避开他们。等后续工厂收益稳定了，我一定在市区给咱们买一套大房子。我在这行干了20多年，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贴合脚型的版型，不挤脚，不压脚，鞋底软硬适中，穿着太舒服了。用料是实打实的好真皮，皮质细腻还耐磨，整双鞋的做工挑不出半点瑕疵，款式又新颖时髦，完全跟上了当下的市场潮流。不用多说，这款鞋铁定能爆，颜值、质感、舒适度全都在线，推向市场根本不愁销路。终于成功了。刘厂长，你们家新款女鞋彻底卖爆了，顾客上脚体验都说透气舒服，款式新颖，回购的客人特别多。我这边库存彻底空了，急需补货，先跟你预定200双，周边好几家门店都在找这款货源，全都等着下单拿货。小雨，我们成功了，真的彻底成功了。市场彻底认可我们的产品了，我这么多年积压的压力和委屈，今天终于全部释放了。真的太谢谢你了，愿意信任我，给了我逆风翻盘的机会。这都是你的成果，接下来咱们全力开工，一定接住所有订单。成绩不错啊，林厂长，我这回总算没白活，沉寂这么多年，咱们这鞋真的火了。我这辈子做鞋，终于做出被市场认可的好产品，再也不用憋屈过日子了。果然选对了方向，敢拼敢闯，果断布局，才能抓住转瞬即逝的商机，实现逆风翻盘。今天我又卖出去50双，本小姐的足工设计简直是人类之光。切，我这边的客户全是回头客，都夸我的皮质像婴儿肌肤一样滑。刘厂长，这笔投入不仅没打水漂，还直接翻倍盈利，咱们彻底在市场上站住脚跟了。是啊，之前我还一直担心风险，没想到咱们新品口碑销量双方收，真是彻底熬出头了。钱这东西放兜里只是死存款，放对地方才能钱生钱，利滚利。这批利润的一半全部投入新品研发和工艺升级。林厂长，这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咱们刚稳住盈利，手头刚宽裕一点，要不先稳一稳？别小家子气，现在消费者愿意买单，就要趁热打铁，狠狠发力，趁着热度发展产品，咱们才能一直抢占市场。可眼线竞品越来越多，贸然加大投入，万一后续行情不好，
咱们很容易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正因为竞品变多，我们才不能原地踏步，只有不断升级工艺，才能甩开对手。大妈辛苦啦，连轴转一上午，肯定累坏了。这是最好的进口润麻油，给你好好滋养一下。下午干活千万别卡顿掉线，走线再丝滑利索一点。算你这丫头懂事儿又贴心，知道疼我们这些老华子。行，看在顶级好油的份上，下午我发力，一根多余线条都不给你留。偏心，天天就哄缝纫机大妈。我高速材料累得冒烟，也没见你给我好好保养。别急，雨露均沾，等下就给你清洁上油，刀片给你磨得快快的，保证材料又准又稳。这还差不多。还有你，调皮捣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昨天偷偷弹出来划伤工人手背，今天又乱动尺寸误导下量，再敢胡闹，我直接把你扔进废品收购站回炉重造。收到，长官，我错了，我绝不乱弹，一定乖乖干活。最好是这样，再调皮直接淘汰，乖乖听话，坚决不拖车间后腿。刘厂长，这个月的订单是上个月的3倍，咱们需要扩大规模。钱不能光让老板赚，大家伙辛辛苦苦跟着干，也得尝点甜头。我提议，这个月给大家发全额奖金。好，林厂长，照这个势头，咱们光靠搞批发，迟早能成镇上最大的厂子。不，既然鞋子已经打出了口气，咱们不如再往前迈一步。我们进市里的百货商店，开咱们自己的独立品牌店。往后谁再提起咱们，就不是镇上做鞋的作坊，而是正儿八经有牌面的大牌子。林厂长，这里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咱们实在撑不住，要不还是算了吧。咱们原先的批发档口稳定踏实，勉强维持就够了。老店铺紧邻低端批发市场，客群消费预算有限，再好的鞋子也只能卖低价，根本做不出品牌。想要把厂子做长久，把口碑做起来，咱们必须在高端商场站稳脚跟，打开高端销路。气死我了！鞋身版型太硬，完全不贴合脚型，顾客试穿2步就嫌磨脚脱下，这设计师根本不懂穿鞋的舒适度。你已经算幸运的了，我配色老旧土气，摆在柜台里无人问津，根本没人愿意拿起我试穿。刘厂长，你看明白了吗？高端百货商场和批发市场完全不一样，这里只靠质量根本不够。顾客要的是第一眼心动、上脚惊艳，试过就舍不得脱下。接下来，我们针对性优化升级，鞋头剪裁更利落简约，配色提亮显质感。最关键的是鞋底加厚软垫，优化弧度，彻底解决磨脚挤脚的问题。同时，柜台不能有暗沉布置，要搭配暖光射灯，整体拉高氛围感。原来高端零售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纳闷您怎么一眼看透所有问题。现在看来，您的商业直觉和眼光实在太绝了。那自然没错。咱们立刻回去，专门打磨适配高端商场的全新鞋款。
小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伙偷猎的人已经全被抓到了，而且事情比我们之前以为的还恶劣。那帮人不仅大肆偷猎倒卖珍稀野生动物，牟利黑心大胆。前阵子被他们拦路抢货、暴力伤人的路人里，还有一个险些被他们灭口。幸亏我们警方布控到位，及时赶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这帮人胆子是真长在脚后跟上，无法无天，什么缺德事儿都敢干，作恶多端被抓，纯属罪有应得。这次能抓捕的这么顺利，和你之前精准提供的人物特征有很大关系。我汇报时特意隐去了你的信息。这伙人心狠手黑，报复心极强，万一查到是你提供线索，大概率会暗中报复。表哥英明，我绝对守口如瓶，绝不对外透露半个字。你的功劳不能明面公示，但案子圆满告破，局里有专项破案奖金，我特意给你争取了一份，安心拿着。哎呀，表哥，你这是干什么？我就是普通热心市民，协助警方打击犯罪是应尽的义务，我可不图这些酬劳。当然了，这可不是我私自收报酬，这是我接受组织对正义行为的物质鼓励，理所应当。你呀，鬼机灵，以后再碰上这种危险事儿，第一时间护住自己，别贸然往前冲，安全最重要。知道啦。这笔奖金来得太及时了，表哥路上慢走，注意安全。刘厂长，品牌店的事儿别只停在嘴上，该定的赶紧定，该花的钱也别舍不得。门脸、招牌、包装、适鞋的真皮软凳，能让人看起来像样、显贵气的，都得整上。林厂长，这装修得花多少钱啊？咱们现在鞋虽然卖得好，但也经不起这么砸呀。寒酸开店那叫请客打自己脸，你要让那些客人觉得这鞋值100块，你的店就得装出100万的牌面。兄弟姐妹们，咱们的独立品牌店马上就要在市百货大楼开业了，这不仅是厂里的喜事，也是大家的喜事儿。今天提前给大家发一轮小奖金，算是提前庆祝，大家伙儿提气，往后只要跟着我干，保证大家吃香的喝辣的。跟着林厂长干，有盼头，大家加油干啊！呸！那个死胖子钱主任，满嘴仁义道德，心比煤炭还黑，天天把那些见不得人的黑账本藏在我的内衬夹层里，害得我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被连锅端了。我这手是真开了光吗？好好翻个样品参考，居然随手摸出一桩隐秘案子来。林厂长，您是看上这块面料了？这包款式老旧过时，早就跟不上现在的市场审美，不适合咱们新店的新品定位。不是，我就是觉得这包很有历史感，版型走线值得研究一下，我拿回去慢慢参考。啊，刘厂长，车间那边好像有事儿找您，您快去看看吧。别人开店做生意是安稳进货赚钱，就我不一样，天天变相捡案子碰密室。老天爷怕是真嫌我太清闲，非要时不时给我塞点重磅硬菜。这根本不是普通家用流水账啊！小雨，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头疼。说吧，你这双总能摸出猫腻的手，这次又在哪儿摸出什么问题了？表哥，瞧你这话说的，我这是帮你排查隐患。
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查验样品版型时偶然发现的。小雨，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金处长。这里面几个的人名和外号，我之前侦办诈骗案件时听过，都是业内藏得极深的人。真的？那我这次是不是又撞上大鱼了？表哥，什么时候收网抓人？我也算立功一份，带我一个呗。带你个头，不许瞎掺和。这背后牵扯的人脉、渠道错综复杂，真深究起来，麻烦和风险未必比上次的小。你牢牢记住，这只旧皮包不要再碰。今天发现账本的事，半个字都不许对外透露。明白明白，我嘴最严，全程什么都不知道，妥妥的守法良民。我回去追查，这段时间你低调点儿，务必保护好自己，万事小心。林厂长，这黄金位置确实绝佳，客源充足，但租金实在太高，压力太大。咱们就这样空等装修完工，坐等顾客上门，真的能稳住销量，回本盈利吗？刘厂长，你只管安心把控生产，做好品质，把每一双鞋子的工艺做到极致。怎么引流，怎么稳稳卖爆，全交给我。听好了，第一，所有上岗店员统一穿戴自家鞋款站柜，全程充当活体模特，直观展示版型上脚效果，自带种草效果。第二，将脚感最软糯、舒适度顶尖的爆款鞋款摆放在顾客视线平视、抬手即取的黄金陈列位，第一眼抓住客源注意力。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核心，定制一批柔软轻奢的真皮软凳摆放在柜台旁，只要顾客驻足坐下，就提供免费擦鞋、简易足部护理的专属增值服务。这又是免费擦鞋，又是模特，咱们明明是卖鞋的，怎么搞得像不良服务店？这奇怪的法子真的能卖货吗？这就是高端门店的增值服务，只要留住顾客脚步，拉长停留体验时间，打消对方的戒备心，订单根本跑不掉。林老板，生意讲究有钱大家赚，您家鞋子款式好，批我一部分货，我保证帮您卖爆。不好意思，我们品牌线下专柜仅此商场一家直营，暂时不开放任何对外批发、分销合作。想轻易拿走我的爆款货源，搞低价内卷砸我招牌，分流客源，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可惜门儿都没有。阿姨您坐，您看您这身穿搭素雅稳重，搭配我们店里这款新款软皮低跟鞋，简直绝了。您摸摸这皮子，纯正的头层牛皮，鞋底加了进口软垫，您就是逛一天街，脚都不带酸的。哎呦，这鞋确实舒服，小姑娘嘴真甜，给我包2双不同颜色的。两位眼光真好，这款鞋版型最衬腿长，日常上学、逛街都百搭。今天开业，买鞋我还送你们免费的鞋面清洁护理套装。真的吗？那太好了，我们要了。记住，多笑，多搭话，别等顾客问，主动发现他们的需求。不就是个破作坊出来的鞋吗？还整得跟大牌子似的，有什么了不起？指不定是花钱雇来的托儿。小雨，你之前交给我的那本账本，我们挖了好一阵子，最近终于查清底细了。那本看手写账目根本不是进出货记录，是犯罪团伙私下收货翻新倒卖的记录，直接对上了我们追踪许久的特大连环诈骗案。我这双手怕不是开了光，
随便捡来的账本都能揪出大案。你先别忙着得意，这伙人里头有亡命之徒，之前分赃内讧、斗殴伤人，险些出人命。我刻意隐瞒了你提供线索的事，就怕漏了风声，残余队友来皮革厂寻仇。保密问题，安全最重要。那案子彻底办本，那边的悬赏金是不是批下来了？团伙全员落网，赃全部追回，这是全额悬赏金。我当初举报，纯粹看不惯他们坑骗扑权普通人，真不是图钱。正好这笔钱拿来扩充省城专柜。满脑子都是开店赚钱，以后可别掺和这类案子了，太危险。就这么一只皮包，竟然足足抵得上专柜5双爆款真皮女鞋的利润。上辈子一只定制款包包，便能抵得上普通打工人数年工资。要是我们也能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包呢？你好呀。停！一身穿搭没半点贵气，别靠近我，免得拉低我的顶次。我知道生产我的代工厂和全套工艺渠道，你要是能带走我，我就全部告诉你。去，你去接待他。包下这个，咱们的皮鞋已经在百货大楼稳稳立足，口碑销量双丰收。但今天逛商场，我才彻底想通，鞋子只能赚辛苦薄利，箱包才是真正的高端赛道。现在老百姓日子越来越好，早已不满足于穿的舒服，更追求体面、档次与品牌。林厂长，咱们鞋产业刚稳定，根基未稳，现在贸然做包，怕是贪多嚼不烂，风险太大了。做生意不能死守一口井，我们已经摸清品牌运营的门路，未来要卖的不只是产品，更是设计、包装与品牌故事。您手艺顶尖，但眼界不能困在车间老经验里，必须跟上新风档。好，我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还有闯的机会。做生意最怕从不是年纪大，而是思想变老。鞋是我们的根基，包是我们的未来，这自有高端箱包品牌，我们做定了。林厂长，您抽空看看，我就是闲着练练手，没怎么精细打磨，版型看着或许还有些生硬，不足之处您尽管提。刘厂长，你也太谦虚了，这成品质量远超我的预期，只需微调细节，优化版型，完全可以直接推向市场市馈。就这么定了，皮鞋主业稳步盈利，箱包新赛道同步上线。我们绝不能死守单一品牌，我马上从厂里挑选一批手艺扎实、心思细腻的老师傅，由您亲自带队，全员跟进学习皮包制作工艺。只要您信得过我，我拼尽全力，一定把咱们的箱包产品线稳稳做出来。老李，林厂长年纪轻轻，怎么对咱们每个人的手艺路子都摸得这么透彻？那可不，教林厂长特别好，待人真诚谦和，从来没有老板架子，学东西又虚心又勤快，我们是真心把他当徒弟。那你们教怎么做鞋，怎么会教到做包头上呢？什么包？我做了一辈子鞋，也就会弄个鞋啊。小林，我刚才问了厂里的老李，他说他当年手把教你，可就算有人带过，你这了解度也太深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也教教我呗。刘厂长，您别多想，我之所以能懂这么多细节，学得这么快，可不是单凭老李照顾我，真正帮我的是我身边这位默默陪着我的神仙帮手，一直悄悄在旁边点拨我呢。走，咱们现在就去定人，找几个平时踩缝纫机最稳、做工最细的老师傅，单独分出一条线来。刘厂长，你亲自带队，教他们怎么做包。行，只要你信得过我老刘，这活我接了，保证把徒弟带出来。不过小雨啊，这手艺我能教，但这包的款式
我可不会设计包啊。光有技术没设计和宣传也不行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个亲妹妹。你妹妹？对，叫刘小顺，现在在省城读大学呢。她从小就爱画画，脑子活放，学的还是什么美术和设计。她平时穿衣服就特别时髦。要是咱们真想把这包做出点高级牌子的样子，不如把她叫来给咱们画图纸。大学生懂设计，这简直是老天爷给咱们送来的摇钱树啊！赶紧去小卖铺打电话，不管用什么办法，让他赶紧来咱们厂里报道，工资待遇随便他开。好嘞，我这就去。小何等急了吧？走，姐接你回家。姐，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接我？厂里和店里不忙吗？忙归忙，接你的时间还是有的。姐今天来是接你去咱们在省城的新家。新家？姐，你真的在省城买房了？那当然，以后你不用再孤零零的住校了，周末就回咱们自己的家。妈也搬过来了。咱们一家人长长久久的住在一块儿。姐，你太辛苦了，谢谢你。傻丫头，一家人说什么谢？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林厂长，现在不是只拼手艺的时候，还得故事感，要有那种让人一眼就想掏钱的感觉。除了本身质量，也要有其他不同于别的包的特点。这几款包的颜色必须跳脱出来，5金要用定制的黄铜扣。另外，鞋的包装盒、海报风格、柜台配色必须统一风格。既然要做品牌，就别再像以前那样一堆货往架子上一堆完事儿。小顺说的太好了，以后新包的设计你全权负责。兄弟姐妹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皮鞋厂要扩产做大做强了。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工序会变多，流程会变细，大家的活肯定比现在繁重，手上也会更累，需要大家多上心，多吃苦，多打磨细节。啊？但是我提前把话放在这里，只要大家踏实肯干，认真学艺，跟着我把箱包新品做起来，把品质把控到位。今年年底过年，我林小雨自掏腰包，给全场所有人包超级大红包，绩效、奖金、福利全部翻倍，绝对不让任何一个老实人白忙活。反之，谁要是在关键时候偷懒摸鱼、掉链子拖后腿，年底的大红包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领，多劳多得。林厂长说话算数，跟着您干，再累我们也愿意。早就想多挣点钱了，新生产线我们好好干，年底必须拿大红包。昨天还是小甜甜，今天就把人家扫地出门，你们这些喜新厌旧的两脚兽！哥，小雨姐，我的新设计图完稿了，来吧，小顺，展示一下。小雨姐，你看，包型我做了微调，增加了金属锁扣的质感，包装盒全部换成这种低饱和塑的哑光材质，印上咱们雨明的烫金 logo。柜台配色采用黑白灰加原木色，突出皮具本身的质感。既然要做品牌，咱们就得把逼色拉满，绝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一堆货乱糟糟的往架子上一堆完事儿。好，太好了，小顺，你这脑子真是天生做品牌的料。嘿嘿，小雨啊，我没吹牛吧？我这妹妹可是我们家压箱底的宝贝大学生。小顺，以后这块全交给你负责。别只改包，
鞋的包装、海报风格、柜台陈列，你统统给我盯起来。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小雨姐，你放心，我绝对不掉链子。小雨姐，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哦，说来听听。咱们现在货的质量有了，包装和设计也跟上了，但下一步咱们不能只坐在店里等客人来认牌子，咱们得主动出击，把名声打出去。怎么打？发传单还是去广播台打广告？不够，咱们得找个有脸面的人，最好是请个大明星来穿咱们的鞋，拎咱们的包，拍一组高级的宣传海报。只要明星同款的效应一出来，路人看一眼就能记住，这牌子的档次瞬间就能飞上天。啊！大明星，我要被大明星背在身上了！我要出名了！我要闪耀全宇宙了！小顺，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就这么办，请明星。小雨啊，这也太贵了吧！就来摆几个姿势，拍几张照片，就要拿走咱们大半个月的利润，这简直是在割我的肉啊！这钱要是用来买皮料，能买多少车头层牛皮呀？归零，老夫的内存要爆炸了！这么多钱白白送给外人，造孽呀！刘厂长，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前期出血砸宣传，这是做大品牌的必经之路。这笔钱现在看着多，等明星同款的海报一挂出去，带来的订单和客流能让这笔钱10倍、100倍的赚回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字我签了。行，我听你的。哎呦，这什么破地方啊！一股子皮子腥味儿，灰尘这么大，弄脏了我的高定裙子，你们赔得起吗？就是，我们若师姐可是推了别的通告，专门来帮你们小厂子拍广告的。温小姐，辛苦您跑一趟，这是今天要拍摄的主推款，您先试试合不合脚。这鞋子怎么这么硬啊？后跟磨得我疼死了！你们到底会不会做鞋啊？还有这包，版型太宽了，衬得我肩膀特别壮，这拍出来能看吗？简直是灾难！真是花钱请了个祖宗回来，要不是看中你的脸能带货，老娘早把你扔出去了。这灯光也太硬了，把我皮肤质感都拍没了，能不能调柔一点？救命啊！救命啊！这女人的脚太臭了吧！老娘是上等牛皮，不是生化武器防毒面具啊！而且它明明是39码的宽脚，非要硬塞进我这37码的娇小身躯里，我的腰都要被它撑爆了，它还敢说我磨脚！你要干嘛？我来为您调整一下。乖啊，再忍忍，我知道你受委屈了。等拍完这组照片，我就给你做全身高级精油护理，洗掉那股臭味儿，好不好？小雨厂长真好，那本鞋就再憋一口气，委屈一下自己吧。这女人脑子有毛病吧？她是在跟鞋子说话。这厂里的人是不是都有精神病啊？快点拍，拍完赶紧走，这地方太邪门了。哎呀妈呀，那可是电视里演娘娘的大明星啊，真人长得可真白净。快看，他身上背的可是咱们昨天刚赶出来的包，被明星这么一背，看着比百货大楼里几千块的洋牌子还阔气。哎呦喂，这不是咱们厂的那个包吗？嘿，咱这手艺都能供上明星了。哟吼，老朽转了20年，头一次见这么标致的活人。吹点风给他助助兴。标致啥呀？
脸上粉涂的比咱们墙皮还厚。不过咱们厂的包确实争气，闪闪发光的。哎呀，这可是大明星啊！我这辈子竟然能亲眼看见大明星穿我做的鞋，这要是回村里说，够我吹10年牛了。老张，灯光再往左边移一点，把包上的金属锁铰反光打出来，质感，我要的是质感。温小姐，麻烦右脚前稍微迈半步，脚背捧直。哦，好的。温小姐这气质绝了，咱们的鞋包穿在您身上简直是蓬荜生辉。明天这海报一挂出去，您绝对是全省最时髦的女人。哇，这不是温若曦吗？这海报拍的像国外的大牌子一样。她背的这个包好好看啊，这皮子看着就软。走，进店里看看去。哎呀妈呀，老娘这盛世美颜，这完美的排版，简直是这条街最亮的风景线。看把这群两脚兽迷的，都乖乖掏连包吧。哎呀，刘厂长、林老板，你们这步棋太绝了！这组宣传海报一挂出去，直接把你们品牌的格调拉高了好几个档次。现在商场里谁不知道你们宇明是高端精品？王经理过誉了，您先坐。林老板，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加深咱们的长期合作。商场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再追加2倍的采购订单。小雨啊，还是你眼光长远。当初我心疼那点代言费，差点误了大事。这宣传投入真是物超所值啊！就是小雨姐这魄力，别说在咱们镇上，就是在省城也找不出第二个。厂长，照这个速度干下去，咱们厂今年绝对能成全省第一。大家先别急着庆祝，追加订单只是第一步。品牌立住了，不代表能一直火下去。这仅仅是咱们品牌发展的起步阶段。未来，我们还要持续打造专属的设计风格，不能只靠明星撑场面。我要做到的是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要让路人远远一看，不用看 logo 就能认出这是咱们自家的品牌。林老板，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看这批精品女包能不能匀给我们点货？李老板，真不巧，最近订单排满了，拿货得等下个月。哎呦，我的姑奶奶，快别接单了，老娘的电话线都要烧冒烟了。嘿，小雨，咱们这回是真的翻身了，这订单都排到后年去了。哥，小雨姐，咱们现在品牌和口碑都已经成型了，咱们早就不再是从前那种单纯批量供货卖货的小作坊了。我建议向上布局线下渠道，直接入驻市中心最大的百货大楼。我们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独立品牌形象店。开独立店？那市中心的租金得多贵啊！不仅要开，门店装修还绝对不能简陋小气，整体设计必须贴合精品皮具的高端定位，打造大气精致的购物环境。要让顾客一进店就能直观感受到咱们的品牌档次，彻底和地摊货划清界限。我同意小顺的计划，就这么干。刘厂长，不必纠结前期投入，只要品牌格调立住，高端客群带来的收益很快就能回本。这里全铺上最高档的大理石地砖，上面挂那种巨大的水晶吊灯，我要让顾客一进门就被这气场震得连大声说话都不敢。小雨啊，这得花多少钱啊？咱们随便刷个大白墙，铺个木地板不就行了吗？老刘头，你可真抠搜，你那品味只配回村里开小卖部。刘厂长，咱们的货都做到这种高端地步了，
你再拿以前摆地摊的心气去开这个店，那才叫自己砸自己的招牌。王师傅，我图纸上的清清楚楚，这里的展柜包边必须是无缝拼接。你看看你这缝隙，都能塞进一根手指头了，拆了重做。是，刘设计师，我们马上改，绝对按您的标准来。老刘啊，你这妹妹真是个宝贝。那当然，你不看是谁的妹妹？干活利落，心思缜密，我这简直就是捡了个完美的贤内助啊！这真的是咱们的店？我的个乖乖！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咱们自家做出来的东西竟然这么像大牌子。老刘，淡定点，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以后我要让人一提起高档鞋和包，脑子里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咱们宇明的名字。大家注意，不要再像以前那样鞋是鞋，包是包分开了，把鞋和包做场景化搭配，让顾客看到包就想买鞋来配。哎呦，快把本宫跟那个鳄鱼纹的包包放一起，我们俩简直是天作之合，绝对能掏空客人的钱包。滚开！老娘要单飞！老娘的酷帅气质不需要任何鞋子来衬托，把我摆在最前面。大家听好，为了把开业的声势做到最大，咱们必须搞点花样。开业只要进店的顾客，不管买不买，都热情邀请他们试穿试背。试穿之后，咱们用这相机免费给他们拍照留影，照片送给他们带走。小雨姐，这招好，既热闹有人气，又能让顾客感受到咱们品牌的高级服务。没错，我要让明天半个省市的女人都跑来咱们店里打卡。兄弟姐妹们，新店开门红，咱们算是彻底在省城打响了名号。但是，现在绝对不是大家可以躺下偷懒的时候。无数双眼睛正盯着咱们，越是这个时候，越得把质量和出货速度给我死死捏住。谁要是觉得累，觉得干不动了，那就想想年底过年的大红包。想想以后你们走在街上，说自己是宇明的员工，那腰杆子能挺得多直。小雨，你放心，只要大家肯干，我这个厂长就算几天几夜不合眼，也绝不掉链子。老刘头，你悠着点，别把自己熬猝死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妈，小何，我回来了。妈，我在省城买了一套宽敞舒服的大房子，手续全办好了，精装修的。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在这个破出租屋里凑合了，咱们娘儿仨能踏踏实实的住在自己的新家里。小雨啊，我的好闺女，你这几年吃了太多的苦了，妈要高兴，高兴我长大了，妈高兴，妈特别欣慰，我家姑娘有本事，硬生生撑起了这个家。姐，你太棒了！我终于不用怕总是搬家，也不用怕被镇上那些极品亲戚指指点点了。傻丫头，以后你就安安心心在城里念书，天塌下来有姐给你顶着。宇明皮衄黑心肝，烂皮臭肉往里翻，外表光鲜卖高价，穿上3天就玩烂。听说了没？他们家回收的皮料来路都不干净，全是非法偷猎和化工烂皮子，这是赚黑心钱啊！放屁！放的狗屁！老子每天守在这里，进来的全是上等好皮子。小雨丫头，快去撕烂这帮长舌妇的嘴，气死老子了！哎呦，林老板，外面传的可真难听啊！你们这牌子刚立起来，别是又要塌了吧？这谣言来得蹊跷，肯定是早前市场爆出非法偷猎皮毛和劣质化工皮流通的事被人利用了。
有人眼红生意好，故意泼脏水。不行，现在跑去跟他们吵架，只会越描越黑，反倒坐实了流言。必须想想别的办法。从今天起，一切来源模糊、手续不全的皮料一律拒收。每一批次皮料必须登记供货源头、收货经向人、质检负责人，做到全程绝对可追溯。少一个章，皮子直接扔出去。林厂长，这也太死板了吧！稍微放宽一点标准，其实能省下不少原料成本呢。水至清则无鱼啊！张师傅，你记住，现在一时贪图便宜省成本，日后积攒多年的品牌招牌都会彻底砸烂。我们宇明宁可不赚钱，也绝不赚昧良心的黑心钱。小何，我刚写了一段宣传顺口溜，现在交给你一件要紧事。大家安静听好，跟着我把纸上的短句完整背熟。每一个认真真读的小狗，结束都能分到一大把小灰兔奶糖。表现最好的，还能多舀一勺麦宁乳。宇明皮具良心造，真材实料手艺高，走线平整不磨脚，百年老道呱呱叫。音量拉满，让所有人都听见在咱们家实打实的好皮具。宇明皮具良心造，真材实料手艺高，走线平整不磨脚，百年老道呱呱叫。宇明皮具嘿，不对，良心造。哎，这词儿怎么改了？别说，这改的词还挺顺口，听着怪有意思的。百年老店呱呱叫。我就说嘛，人家敢把标准贴得这么死，怎么可能用烂皮子？就是，肯定是同行嫉妒造的谣。走走走，进去买鞋去。上辈子，妈就是因为常年操劳，加上被渣爹气出了病，早早的就走了。虽然现在日子好过了，但她那身子骨本来就弱，这绝对是我心里最大的一块定时炸弹。不行，今天必须把这事办了。妈，别干了，换衣服，跟我去市医院。去医院干啥？我没病没灾的，这身子骨硬朗着呢。那大医院的门槛多高啊！进去查一圈得花多少冤枉钱，纯粹是浪费。不去不去。小雨啊，我看抽个血就行了，那个什么 CT 彩跑就别做了吧，太贵了。妈，这笔钱就算是天塌下来也绝不能省。能查出隐患，早治早好，那才是真的省心。你要是心疼钱，我回去多卖几百个包就赚回来。阿姨，这边请。当当当当当！好消息，好消息！本报告杆上全是一路绿灯，没有红灯，没有红灯。李女士，各项指标都很不错，除了有点轻微的劳损和气血虚，没有什么大毛病。以后只要少操劳，好好休养就行。太好了，妈，您没事，太好了。
傻孩子，妈就说没事吧，净花冤枉钱。大家静一静，越是到年底，咱们的神经越要给我绷紧了。前段时间的流言风波，大家还没忘吧？我今天再把丑话说在前头，往后咱们厂只收手续齐全、来源正规的皮料，踏踏实实做咱们的精品鞋包。谁要是敢为了那点私利，偷偷碰来路不明的黑心原料，走歪门邪道砸咱们的招牌，我林小雨绝对不徇私情，直接扭送派出所。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好了，规矩立完了，咱们来说点大家最关心的。我知道，这一年大家都辛苦了，既要赶制皮鞋、高端皮包，还要兼顾门店的经营，没人能喘口气。但是，只要咱们咬紧牙关，熬过年前这最后一波爆单潮，大年29，我给大家发过年大红包，绝对丰厚，绝对大方，保证让大家拿着钱风风光光回村过个肥年。丰厚大红包！厂长万岁！咱们拼了！我今晚就睡在车间里，干干干！为了大红包，缝纫机给我踩冒烟！缝纫机我踩冒烟！小雨回来了，快，外面冷吧，赶紧洗手准备吃饭。姐，你可算回来了，我都快馋死了。值了，这一年累死累活，斗人斗鬼，全都值了。哎呀，老姐姐，小雨啊，你们说，咱们这一年是不是跟做梦一样？从一开始被人看不起，厂子差点倒闭，到现在把鞋和包做进了省城最大的百货大店。我老刘这辈子值了。是啊，多亏了小雨，今年能和大家伙儿坐在这亮堂的大房子里吃这顿饭，这顿饭比什么都强。过去的苦日子都翻篇了，明年咱们的品牌还要开到首都去呢！干杯！干杯！干杯！新年快乐！我折腾来折腾去，图的不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吗？